没有发现一个矛盾？我们一边吐槽盲盒是智商税，一边又忍不住想抽下一个成本可能几十块的塑料娃娃，在二手市场能挂出5位数，这哪是买玩具，分明是参与了一场桌面级的资产炒作。当所有人都站上了盲盒价格的过山车，我们不妨思考，推动这一切的底层商业逻辑到底是什么？答案是，它的内核并非冰冷的金融游戏，而是一门深谙人性的情绪生意。这种体验的源头其实埋在我们这代人的童年记忆里。对我来说，是干脆面里总也集不齐的水浒英雄卡，那种下一包可能就有的执念和今天没有任何区别。商家深谙此道，他们从未单纯出售一件商品，他们出售的是一种情绪体验。拆盒的仪式感将一次普通消费瞬间转变为一次充满可能性的微型冒险。但盲盒经济的真正进化在于它把这种个人化的情绪编织进了一张巨大的社会网络里。从个人情感到社会货币事情，就是从隐藏款这个概念普及之后开始变味的。当一个系列里有一个概率极低、设计特殊的款式时，游戏的目标就悄悄改变了。收集从集齐我喜欢的变成了征服那个最难得到的。人性里那股不服输、想证明自己幸运的劲儿被牢牢抓住了。为了它，你可能会端一整盒，而一整盒里必然有很多重复的普通款。那些普通款后来被戏称为雷。你看，隐藏和雷，这本身就像一场赌博的术语了。它营造了一种奇特的社群感，线上大家分享手感，分享翻车的郁闷，也炫耀一发入魂的狂喜。线下人们在门店前自然的交流交换，在那个时刻，你手里那个小小的塑料娃娃是一张无声的入场券，标识着你属于某个轻松、有趣、带点亚文化色彩的圈子。这种归属感对年轻人，尤其是在大都市里感到孤独的年轻人，吸引力太大了。到这儿，我觉得一切都还挺健康的，为情感、为社群认同、为一点小确幸买单，无可厚非。狂热与泡沫，当热爱变成 K 线图拉布布的故事，就是这个转折点。我记得它最火的那段时间，讨论它的重点已经从这个设计好酷迅速滑向了这个款式现在市价多少，各种行情平台预测分析、囤货攻略层出不穷。一双球鞋、一个玩偶乃至一瓶茅台，一旦其社交价值被广泛认可，就仿佛自动拥有了金融属性。这个过程催生了一个奇特的二级市场，闲鱼等平台让交易变得无比便捷，价格在买家和卖家的博弈中实时跳动。很多人入场的心态已经变了，我抽盲盒不只是因为我喜欢，更因为我觉得它会涨。盲盒经济的内核已经发生了异化，支撑价格的不再是稳定的审美共识和情感连接，而是脆弱的市场信心和下一个人会接盘的预期。这种预期构筑的楼阁天然就不稳固，一旦品牌方为了应对火爆的需求而扩大生产，稀缺性的幻觉就会被戳破。一旦有新的 IP、新的潮流热点出现，资金的注意力就会转移，拉布布许多款式价格的理性回落，正是市场在进行一场迟来的价值重估。它挤掉的不是水分，而是那些脱离实际价值的狂热泡沫。十字路口的行业内卷与新生，现在市场降温，泡沫破了，我倒觉得这未必是坏事儿。就像一个发高烧的人，体温终于开始慢慢降下来，虽然虚弱，但神志清醒了，反而能想清楚接下来该怎么走。行业不得不面对一个最核心的问题，一个 IP 到底能活多久？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泡泡玛特这样的领头公司现在讲的故事已经不一样，他们不再只强调盲盒，而是更多的在说 IP 和全球化。他们去海外开店，和当地艺术家合作，甚至开始规划主题乐园和动画。这说明他们自己也知道，盲盒作为一种销售模式，它的新鲜感和刺激性是有期限的，迟早会淡去。人们可能会对拆盒子感到厌倦，但如果真心喜欢上了某个 IP 形象背后的故事，这份情感连结会持久得多。所以你看，他们规划乐园、筹备动画、举办大型展览，目标都非常一致，就是不再满足于只卖给你一个玩具，而是要为你喜欢的人物搭建一个更完整的世界。他们希望你不仅仅是在柜台前购买，而是能走进他们的展览，沉浸其中。未来也许还能在电影院里看到他们的故事，在乐园里遇见他们。他们想把人们因为收集和投资而聚集过来的注意力，慢慢转化为对 IP 本身更长久的情感。这条路难得多，也慢得多，但这才是正道。我们的位置在浪潮中保持清醒，说回我们自己。经过这么一轮过山车，我自己的心态也变了。现在我如果还买，理由会非常单纯，就是那一刻我觉得这个设计真好看，它能让我开心，我不会再去研究什么行情，也不在乎它未来是涨是跌，它就是一个可爱的物件，仅此而已。也许盲盒经济这场大戏给我们上的最重要一课就在这里。在这样一个处处被设计、被营销的世界里，努力分清什么是别人让你想要的，什么是你内心真正喜欢的，为后者付费多少钱都算值得，为前者焦虑哪怕1分钱也都是损耗。
热闹总会过去，价格总有起伏，但一个能让你在书桌上看一眼就心情平静的玩偶，它的价值由你定义，谁也夺不走。